哎呀妈，我真是对不起大家，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刚才有个名场面，我没带手机，没录着。就来自铁岭的我儿子，今天就别叫拿铁了，叫老铁吧，在楼下用东北话狂撩台湾小哥哥，给小哥吓跑了。我刚才推着拿铁在楼下溜达，他就坐在那小车里头，迎面走来一个小男孩，3岁，妈妈领着。人家那小男孩呢，一看就非常害羞，俺家拿铁呢，手往那个车前面那小板上一杵，哎，然后人家这妈妈一听就是台湾口音，因为人妈妈是这么说的。Kevin 干嘛不打招呼？要讲礼貌哦！这是弟弟，这是狗狗。然后那可怜的社恐小凯文就看了一眼弟弟，看了一眼狗狗，就感觉这很机车哎！我干嘛要和陌生人打招呼？所以这局面有点尴尬了。这时候拿铁呢，手往那婴儿车前面那小挡板上一杵，冲着3岁的台湾小男孩，哥，哎呦我的妈！给小凯文当时听愣那儿了。这个小老弟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社牛吧？然后凯文妈妈说：“弟弟在跟你讲话哎，你也要讲啊，凯文。”这样就让凯文很有压迫感，就一着急一转身跑了。然后我的拿铁看着人家小凯文蹭一下跑了，回头看我一眼，咋了？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妈当初在伦敦误入英国不法分子窝点，结果阴差阳错把不法分子给吓着了。一个铁岭大妈冒充泰晤河畔黑帮教父的真实故事是这样的：我妈当初呢在伦敦陪我生孩子，在医院产房陪呢，我的产婆就来了。说我们呀赶上了这个英国的生产旺季，就每个人只能有一个陪护。我妈现在就得走，我妈呢光听着医生哇哇说，啥也没听懂。我老公听完呢就很不理解，就跟医生说，就咱们英国呀、加拿大呀，就咱们这些人就不要提什么生产旺季了，就咱们这点人口，一茬不接一茬，4楼升起一个，2楼走一沓，还好意思管自己叫生产旺季？你叫生产旺季的话，印度那产房叫啥呀？甩子秒杀呀！再说我这个丈母娘她不会说英语，你现在给她撵走了，她上哪去？但他们就非说不行，这生产旺季必须得走一个，就硬给我妈撵走了。但我当时要生了，我妈怕我上火，说没事姑娘，没事，不用惦着，妈有钱，妈在这附近找一个这个高端招待所住一住，孩子要出来的时候你告诉我啊，我回来。然后呢他就走了。但实际上呢他是不可能舍得花那个钱的。我妈就大半夜在这个大不列颠的街头游荡，然后咱们的妈妈呢对国外的这个街头一无所知，根本就不知道哪个街区看起来就很危险。同时呢国内的治安比较好，她习惯了，压根就没往那上想。大半夜的走到了一个英国街头小混混二道贩子的聚集地，一个小酒吧。就那地方我平时都不敢抹边，我妈咔家进去了。这个地方我怎么跟你形容呢？这是一个伦敦不法分子的接头点，这里所有的人都带着一条大金链子，只有我妈带了俩。这里混得好的人能镶一颗金牙，只有我妈门牙东边全是。就是他们的时尚品味其实很像。这里的每个人呢都在抽着烟，就焦灼的等待。有的人在等待一批就是盗窃的手机，有的人在等一批假包假表，各有各的路子。这时候一个新面孔大模大样进来了，人就很好奇说你来等什么呀？我妈呢居然就听懂了他们的问题，并且非常沉着淡定的回答啊，我呢等一个孩子。这事儿瞬间就传开了。来个玩的大的，谁呀？就那边那个拿扎啤杯吹热水的女的。你说咱们倒腾个手链子，吓得手指抖，没想到人家玩的是人口。我妈呢还拎了一个板板正正的小皮包，人家都在估算一个孩子对等的现金量，其实里边是盒饭装的鸡蛋酱。几个小时之后，我老公去找我妈，找着地方给我老公吓坏了。平时这地方他也不敢去啊，他以为我妈在里头不得受欺负，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我妈简直就是那里的教父啊。我老公回来跟我学，你妈就拿着个啤酒杯坐在一群黑人兄弟之间，面不改色，巴巴还给人上课呢。你呢？我告诉你，都少喝点凉的。我告诉你，到老了病都来找你，不是我说。剩下这一屋人谁也听不懂他说啥，但都离他好几米，敬畏。你妈突然一伸懒腰，人家偷摸都掏枪了。然后我妈这位铁岭教父就被我老公带回了医院。我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跟我说呢，这外国人太能喝凉的，太能吃凉的。结果到了医院呢，发现我老公给我准备的零食也是冰镇的凉西瓜，给我妈气得直蹦，就教育我老公，哎呀，西瓜性寒，凉西瓜大寒，产妇性温，应该远离性寒的。我老公说，我刚给你从犯罪窝点给你解救回来，这就教育我说的啥呀？啥也没听懂。西瓜姓西，产妇姓张，谁姓妈你姓韩呢？我女儿在伦敦最近学汉语呢，她和教她的老师都疯了。我女儿在伦敦上这个学校呢，最近课后辅导班开设了汉语课，学校就问我老公孩子参不参加，我老公说参加。我说能有汉语老师教课多好啊，赶紧抓住啊！我现在不在孩子身边，他汉语都退化了，不光在学校学，周末把老师给我请到家里来，1对1辅导。结果呢，上周末老师就来到了家里嘛，我在旁边就是视频远程观望，给我逗稀了。我女儿汉语的这点残存的花蕾呢，是铁岭的化肥浇灌出来的。也就是说呢，她并不知道普通话的本来面目是啥，她认为自己学那玩意儿就是标准的普通话。然后来这老师呢是中国台湾的，
这老师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属于就是字正汉腔圆。然后呢，老师就问我女儿，糟的，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来复习一下颜色哈。你看今天的天气有没有很晴朗？我就看我女儿当时瞅着老师，心里老困惑了，寻思这老师咋不好好说话呢？有没有很晴朗？然后我女儿说啊，老师说，那你告诉老师今天的天气是什么颜色？我女儿说蓝色。老师说好棒哦，那你告诉老师哈，是什么蓝？我女儿怔住了，思考了片刻，她说瓦蓝。瓦蓝。老师也怔住了，但是他很有耐性的又问了一遍，你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哈，是什么蓝？老师呢也不知道瓦蓝是什么蓝，最后就放弃了，跟我女儿说是天蓝了啦。你看到糟的，今天的天怎么样？很蓝有没有？因为今天的太阳怎么样？很什么？我女儿就搁这寻思，今天的太阳很什么？然后说毒。老师一听又愣那儿了。我女儿一寻思，那毒可能不对，想了一下说晒。老师也彻底造懵了，因为这老师他教过很多就一点汉语不会的外国小孩，但那你就得从零开始跟他沟通。我女儿呢好像还能跟你沟通，但是又完全无法沟通。反正老师当时脑袋里应该是瓦蓝，然后跟我女儿说是大了啦，今天的太阳很大。我女儿很淡定的问老师哪天太阳小啊？最后老师提前下课了嘛，就是走了。走之前问我老公，就我的普通话怎么跟你女儿对不上呢？你确定她有汉语基础吗？怎么回事呢？然后我老公呢那点汉语也是铁岭学的，所以他也不懂是咋回事。结果老师都走了，爷俩还搁那对题呢，哪不对呢？就天瓦蓝，云漂白，现在的太阳湛亮，吃完下晚饭却黑吗？哪儿不对呢？张拿铁阴差阳错接了一部戏，别说作为男演员的他第一次进组，演技还不错，但是他非常的油腻，在剧组甚至人设崩塌。最近呢，我在整一个小短剧，有一场戏是我们的女主要做一个模仿秀，然后现场女主跟我说她这个模仿秀其实需要一个外国人跟她一起穿着东北大花来一个就是炸场，所以当时我们就急需一个外国人火速过来搭戏。选角导演一听傻眼了，外国人这大冷天荒郊野岭的，我上哪找那玩意儿去啊？这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就都投向了我。我说啊，我的确手上有一批现货，你们想要雪人啊，我可以随时让他来。但是制片主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他跟拍短视频不一样，外国人不管参演什么形式的影视剧，都需要提前报批，不能说上就上。那你现在拿雪人去报批，咱等结果，那肯定来不及拍呀。我说那咋办呢？后来经历了我们严肃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只有2个解决方式：一，找一个中国人，但是长得非常像外国人。全华语区我们筛选了一遍，合适的只有费翔老师。我看了一下我们的预算，觉得和费翔缘分还未到，那就只能是第2种方式，就是找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又有中国身份。全剧组都安静了，这上哪找去？10万火急的时候，远在西方的智者，我的婆婆温迪正好打来了电话。我说温迪，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聊天，我现在就需要找一个有中国身份又有外国长相的人，根本找不着。温迪听完这个描述，沉默了5秒钟，淡定的跟我说：哦，我可怜的傻孩子，你一定是忙晕了吧？你找的这个全世界稀缺物种，难道不就是远在天边近在铁岭吗？ Your son 拿铁章到现在连加拿大都去不了，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他是一个外国人吧？你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属于 riding a donkey to find a donkey 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呢，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孩儿却在客厅抠线裤。温蒂姐我燃眉之急，我必须送她一份大礼。我准备了羽西人参面霜和眼霜，专为50+熟龄肌研制，足足的长白山人参精华和西域圣女花，滋补成分帮她紧致提拉，养出好气色。羽西是护肤界的白月光，这次也给她一点小小的国货震撼。我就让我爸把张拿铁带来拍戏，张拿铁一听还不去，我爸给了一块绿豆糕。于是到了剧组，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张拿铁，引发了剧组一定的骚乱呢。服化道都没人了，都去楼下玩张拿铁去了。张拿铁到了之后，发现自己平时在家被我批，被他爸批，被他姐批，而在这里，他居然是一个idol，瞬间油腻了起来。姐姐你好漂亮，有一个高吧。油腻的张拿铁居然人设崩塌，人生第一次自己主动飙英文。我在楼上工作呢，就听楼下尖叫：张拿铁说英语了！哎呀，我这样。他说英语了。张姐，你刚才说啥？我听说你说英语了。来，你跟你妈说一句，快点的。你不加说话，你不加说话。